见到这一幕，楚风已是知道势头不对，但他却不慌不忙，面不改色，淡淡的道：“几位前辈找我何事？也没什么事，只是有一点小事，想找无情小友帮帮忙罢了。”其中一位老者不怀好意的笑道：“究竟何事？不妨直说。”楚风问道：“无情小友此次在武文仙境获得了6000道武文，想必定然兑换到了不错的武技。不过，我等也听说，武文仙境内的武技被束缚于脑海之内，无法叙述，更无法记录，只得一人修炼。但是6000武文兑换到的武技，定然非凡物。若只是无情小友一人享用，那也未免太浪费了。所以我们4人想要帮助无情小友，看看能不能将你脑袋里面的禁忌武技拿出来，然后一同分享一下。”那位老者笑眯眯的道：“你们以为我是傻子吗？想要杀人越货就直说，竟然还说的这般冠冕堂皇，你们这脸皮可真够厚的。原来岁数都活到脸上了吗？”楚风轻蔑一笑，不但并不惧怕，反而很是讽刺，甚至鄙视。好个伶牙俐齿的小子，随便你怎么说，但是今日你是休想安然离去。那位老者说话之间，便踏空而行，向楚风走来。与此同时，另外3位老者早已是悄悄地封住了楚风的退路。4位武军巅峰的强者将威压自4面8方笼罩而下，楚风顿时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已然难动寸步。此处乃是缥缈仙锋境内，你们这样做就不怕缥缈仙姑惩罚你们吗？楚风淡淡的扫视一眼众人，哪怕那笼罩自己的威压再强，但他依然临危不惧。此处的确是缥缈仙锋境内，但却并非缥缈仙锋。缥缈仙姑虽然守护着缥缈仙锋，但可不管这片区域。如今你已经离开缥缈仙锋，就算我们杀了你，依照缥缈仙姑的性格，也绝对不会过问。那位老者冷哼道：“谁说我不会过问的？”然而就在这时，一道满含威压的声音却突然响起。与此同时，这方天地更是一阵颤动，仿佛将要塌陷一般。强大的威压笼罩而下，那4名老者顿时面如死灰，因为他们能够感觉到对方的实力有多恐怖。因为此时此刻，他们在那威压之下，宛如蝼蚁一般弱小，仿佛对方意念稍动，他们都会飞灰烟灭一般。而就在这时，2道身影则是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了楚风的前方。这来者正是缥缈仙姑以及秋水浮烟。对于这一幕，楚风早有预料。他之所以会在今日离开，那是因为缥缈仙姑发现，在他缥缈仙锋境内，有人并未离去，而是徘徊在远古传送阵的附近，似是在等待寻找着什么，所以便告诉秋水浮烟，要楚风小心一些。而秋水浮烟之前对楚风说的悄悄话，就是告诉楚风，让他今日先行离开，看看这几人是否是在等待楚风。若的确是有人想对楚风不利，那么缥缈仙姑也会出手，会拿这几个人开刀，也就是杀一儆百，让世人知道楚风不仅秋水浮烟罩着，哪怕缥缈仙姑如今也要罩着楚风。谁若是想动他的话，最好还要掂量一下自己的实力。缥缈大人，我们无心冒犯，只是与无情小友开个玩笑罢了。虽然同是前辈高人，但是他们与缥缈仙姑的辈分差距可就太大了，再加上实力悬殊，所以他们在见到缥缈仙姑之后，顿时就吓得瑟瑟发抖，连说话都变得结巴起来。虽说他们早已名扬一方，是很多人心中敬仰的前辈高人，但是面对生死危机之时，也会展现出他们贪生怕死的一面。突然，缥缈仙姑意念一动，只听3声闷响，其中3人便化作了3片鲜红的血雾，飘荡在半空之中，浓烈的血腥气味顿时席卷而来，他们当真是飞灰烟灭，连衣衫都没有留下，唯有3道乾坤带剩了下来。楚风，快帮我吸食他们的本源，虽然他们已经碎裂，但是本源尚在。快！3名巅峰武军对本女王来说乃是大补。见到这一幕，淡淡狂喜。身为界灵的他，对于本源的洞察力极其敏锐，在见到有3人被杀死后，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本源。然而还不待楚风动手，那飘荡在半空的3片血雾已然掠向了缥缈仙姑。这缥缈仙姑竟然直接将这3位的本源吸收了，该死，竟然晚了一步！这什么狗屁仙姑？仙姑也可以随意吞噬本源的吗？而且连整个身体都吞噬了，也太恶心了！我看根本不是仙姑，是蘑菇。这一刻，淡淡咒骂连连，气得咬牙切齿。若是可以，他恨不得去狂抓缥缈仙姑一顿。仙姑饶命！仙姑饶命！与此同时，那仅剩下的1人脸都吓青了。见识到缥缈仙姑的手段后，他以为自己已是必死无疑，然而没想到缥缈仙姑却并未杀他，而是以极为冰冷的语气道：“滚吧！若是再敢在我缥缈仙锋境内胡来，我就杀上你的宗门，毁了你宗门数千年的基业。多谢仙姑开恩，多谢仙姑开恩！”见状，那人赶忙跪倒在半空之上，对着缥缈仙姑是又磕头又作揖，哪里还有一代前辈高人的风范，俨然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随后，那人不敢再做逗留，转身便要离去。站住！可就在这时，秋水浮烟却是突然开口，冷冷的道：“仙姑，不与你一般见识，我可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你。敢对无情动手，就是完全不将我放在眼里。”说话之间，秋水浮烟猛然出手，只见其那白皙的玉手探出之后，对着虚空微微一握，只听2声，那位老者的一臂一腿已是爆炸开来，断臂断腿之痛使得那老者咬牙切齿，顿时一脑门子的汗水就冒了出来。不过他毕竟也是一代高人，竟然硬生生的忍下了这种疼痛，没有叫喊出来，反而是以卑微的语气道：“多谢不杀之恩，想走可以，将乾坤袋交出来。”秋水浮烟再度开口道。听得此话，那人则是柳眉微皱，本以为被废掉一臂一腿后就可以安然离开，想不到对方竟然还要自己交出乾坤袋，这简直就是打劫不成反被劫呀！作为本想从楚风身上捞点好处的他，郁闷不已。但是想想那先前毙命的3位老友，他觉得自己的结果已经很好了，所以没有多想，赶忙恭恭敬敬的将自己的乾坤袋丢给了秋水浮烟。滚吧！
接过乾坤袋后，秋水福烟先是查探了一下里面的物品，随后冷声喝道：“这一刻，老者不由大喜，心想终于能保住自己的性命了。想都不想，转身就要进入远古传送阵。然而还不待他进入其中，秋水福烟的一句话却彻底让他绝望了：你的断臂和断腿不得修复，终身都要以这副面孔示人。若是要我发现你有一日修复了断臂和断腿，我就斩掉你的四肢，将你泡在粪坑里度过余生。”尽管那人心有不甘，但是碍于秋水福烟的强大实力，他也只能灰溜溜的离去。事实上，他自己也清楚，虽然以一只手臂和一条腿活下去很丢人，尤其是当人问到这手臂和腿如何丢失，又为何不修复的时候，他会更加丢人。但是正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要怪只能怪他对楚风动了不该动的心思。若不是他心有贪念，也不可能面对如今的悲惨境地。这就是所谓的自作孽不可活，就这么放他走了，应该杀了他，然后给本女王炼化了他的本源才对。眼看着那位老者进入远古传送阵，淡淡不解地问道：“放走一个，就是想要世人知道今日之事吧？毕竟秋水前辈要我先行离开，为的就是要引蛇出洞，然后立威，让那些早就对我身上的东西动心思的人心里有一个数，让他们知道，想要动我楚风，他们还要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楚风微笑道：“就算是立威，那也应该直接杀了他，然后消息再又由缥缈仙姑传出去，不是更好？毕竟人是他杀的，他不应该隐瞒什么吧？”淡淡说道：“无妨，我想他也得到了应有的教训，这么活下去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事。毕竟这件事若是传播开来，想必他的宗门都无法再容纳他了吧？”楚风笑了笑，似乎已经看到了那位刚刚离去之人日后遭受众叛亲离、万人唾弃的悲惨场景。无情，这个你留着吧。突然，秋水福烟玉手轻挥，将手中的乾坤袋投给了楚风。多谢秋水前辈。楚风将乾坤袋接到手中，顿时心生愉悦，因为这乾坤袋内的宝物可不少，天珠和奇兵都是下等货色，下品武药、中品武药各有数百颗，甚至连上品武药都有着好几颗。虽然品质远远无法与五只仙魔相比，但毕竟是上品武药，价值不菲。不得不承认，单单是这个乾坤袋内的物品，就可以让楚风成为一个不差钱的小财主。这3个你也拿着吧。就在这时，缥缈仙姑的手中近4道光芒飞掠而来，直接进入了楚风的掌心。多谢缥缈前辈。这一刻，楚风更是大喜，因为那4道光芒不仅有着同样满是宝贝的3个乾坤袋，其中一个竟是缥缈仙令。武文仙境这场盛世结束后，所有收到缥缈仙令者，在离开之时都是要上缴的。楚风离开之时也不例外，而此刻缥缈仙姑将缥缈仙令再度赠予楚风，这则是说明缥缈仙姑对楚风非常重视，拥有了随时随地都可以来缥缈仙峰的资格。听福烟说你还有事，这里我就不留你了，不过日后若有时间，我这缥缈仙峰随时欢迎你的光临。缥缈仙姑开口说道，并且在其脸上竟然难得的涌现出了淡淡的微笑。2位前辈，那楚风就在这里告辞了。这一次，楚风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姓名，而听得楚风2字，缥缈仙姑的神情也很是平淡，似乎他早就知道无情乃是假名，楚风才是真名一般。在楚风离开后，秋水福烟则是突然摘下了那遮盖容颜的面纱，露出了一张非常美艳的脸蛋。尽管如今秋水福烟的年龄已近40，但是她的容颜却宛如少女一般，如同岁月根本没有在其脸上留下痕迹。不得不说，曾经的东方海域第一美女，就算是如今也不弱于亚妃和秋竹。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秋水福烟虽然很美，美帝将其身旁那容貌平平的缥缈仙姑比得有些丑陋，但是2者不知在何处，竟然有着些许相似之处。母亲大人，看来你很看好这楚风。之前我可没见你赐予过哪个小辈缥缈仙令，哪怕是那慕容寻和当年的皇甫皓月，也没有得到这种待遇。秋水福烟开口了，竟然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原来这位身份利奥德的缥缈仙姑，竟是他的母亲。慕容寻乃是诛仙群岛的人，我怎么可能赐予他缥缈仙令？至于皇甫皓月虽然优秀，但却也同样不具备这样的资格。然而楚风却与众不同，能在武文仙境内大难不死，且得到6000武文，绝非偶然。依我看，定然是得到了武文仙境内那神秘存在的认可。缥缈仙姑道：“认可？母亲大人，您所说的神秘存在，是被封印在这缥缈仙峰的魔物，还是被这缥缈仙峰的主人？”秋水福烟好奇地问道。事实上，我守护此处近1000年，只知道武文仙境才是缥缈仙峰的核心，那其中有着了不起的存在，甚至某种程度来说，那个存在掌握着缥缈仙峰。可是，尽管我尝试多次，想与其进一步沟通，但却皆是无效。并非是我无法将我的话语传递给他，而是他并不想理会于我。虽然我守护此处获得了极大的好处，但实际上我这个守护者也只是一个虚名罢了。如今诛仙群岛势力越来越壮大，且对这缥缈仙峰早就虎视眈眈。若是有一日诛仙群岛来犯，而武文仙境内的神秘存在却又不肯助我，那么我定然是要失去这缥缈仙峰的。但是这个叫楚风的小鬼，若真是得到了那神秘存在的认可，也许到了那个时候，他能够帮上忙。缥缈仙姑平淡地说着，但在其脸上却浮现出一抹老谋深算的味道。这就难怪，连母亲大人也要亲自出手来保护楚风了。既然母亲大人这般看重于他，要不要我在暗中对其保护？秋水福烟道：不必。如果他真的得到了神秘存在的认可，但我相信那位存在也不想我们这样保护他吧，让他自由成长，得到的才会更为扎实。缥缈仙姑摇了摇头，随后又对秋水福烟问道：福烟，不如这一次就不要离开，留下来吧，毕竟这缥缈仙峰早晚是要交给你的。不了，母亲大人，我想鸳鸯台更适合我，何况您如今不已是有春夏秋冬还有颜如玉5位弟子了吗？这缥缈仙峰还是交给他们比较好。
秋水拂烟摇了摇头，听得此话，缥缈仙姑不免叹息一声，随后道：“你该不会还在为当年我不让你跟随焚天圣教一同进入天路而怪我吧？”这一刻，秋水拂烟娇躯不由微微一颤，脸上涌现出了些许复杂的变化，但最终却是面带微笑的道：“怎么会呢？若不是当年母亲大人阻拦于我，也许我如今已然毙命了吧。”楚风进入远古传送阵之前，就已经有了明确的目的地，距离3大护法之弟子约战于罪恶峡谷的期限还有2个月的时间。楚风如今准备前往四海书院，去探望一下苏柔、苏美2位未婚妻，以及张天翼和江无伤2个兄弟。毕竟，只要将5只仙魔分给他们，他们的修为将会大涨。虽然未必能够追上如今的自己，但起码能让他们在四海书院过得更好。但是在此之前，楚风却要去另外一个地方，那便是狼牙山的李家。当初楚风拿走冰晶弹后，对李禅说过，此物只是暂借，日后定会以等价之物奉还。虽然这5只仙魔比之那孕育了多年的冰晶弹还是有些差距，但是对于李禅来说，这5只仙魔的价值显然还要高出冰晶弹，拿此物奉还刚好。经过一段时间的赶路，楚风终于来到了狼牙山。他御空而行，踏云而飞，速度极快，但还未靠近李家，楚风便听到了阵阵喧闹。从天向下观望，发现在李家大门外的辽阔空地上，竟然聚集了大量的人群，似乎是发生了什么事。楚风一眼就看出，此刻聚集的人群并非全部都是李家之人，有很多人都是外来人。李家定然发生了什么？楚风为了避免不引起注意，虽然依然是无情的面容，但却戴上了一个斗笠，并且隐藏了自己的气息，这才飞落而下，降落到了空地之上。但是落地之后，楚风却越发感觉不对劲，因为咱那辽阔的空地之上聚集的大量的人群，他们都在欢呼呐喊，显然是在那中心正在发生着什么。并且楚风还发现，这人群之中主要分成2队人马，其中一部分是李家之人，另一部分乃是身穿灰色道袍，不知何门何派，但显然是一个宗门之人。除了这些人外，还有许多人不属于双方的任何势力，显然是来看热闹的。靠近之后，他才发现，在人群的中心竟然设置了一道巨大而辽阔的比斗台，比斗台上站有1男1女，正在切磋比试。其中的女子竟是李禅，而与李禅切磋的乃是一名中年男子。这名男子穿着灰色道袍，手持骑兵长剑，与李禅一样有着天武7重的修为。此刻2人正在激烈交手，不过李禅天武7重的修为不仅已至巅峰，攻势更是行云流水，已经完全占据了上风。这位大哥，这里怎么这么热闹？发生了什么？楚风向一位大汉询问道。大汉打量了楚风一眼后，问道：“不是本地人吧？路过的。”楚风笑着说道：“因为隐藏气息的缘故，所以楚风没想过对方会惧怕自己。既然自己是主动询问，所以楚风的语气也很是客气。这就难怪了。不知道也我无妨，我给你介绍一下，看见没？台上的那个有着几分姿色的女子叫做李禅，乃是李家的大小姐。这李家是这片区域的霸主，狼牙山都归他李家管。而那个与李禅交手的人，乃是丹青关的第1弟子。”大汉解释道：“丹青关？丹青关是什么东西？”楚风不解地问道。然而此话一出，顿时惹来了周围很多道人的注意，几乎所有看向楚风的目光都充满了不善。这位兄弟，你竟然连丹青关都不知道！见状，大汉赶忙鄙夷地看了楚风一眼，与此同时还对楚风眨了几下眼睛，示意楚风不要乱说话。因为此刻这里有很多丹青关的人，带着在场所有道人，再度将目光投向比斗台后，那位大汉才低声说道：“其实之前我也不知道这丹青关是何来路，不过我听说丹青关准备在这狼牙山开宗立派，但是这狼牙山属于李家的地盘，李家当然不干。但是又因为李家家主之前似乎与丹青关的关主一同吃酒，酒桌上答应了丹青关可以来狼牙山开宗立派，当时还有很多人可以作证，其中更是有晃金寺的主持。丹青观你没听过，但晃金寺你一定听过吧？那可是这附近最强的势力。晃金寺主持更是一位3品5郡的高手。虽然李家家主死不认账，但是碍于有晃金寺主持作证，他又不能不认，一时之间陷入了两难之地。最终有人想出了2全其美的办法，那就是凭借小辈的实力来争夺狼牙山，所以才设下了这场切磋比试。原来又是那个糊涂家主惹的祸吗？得知一切，楚风不由看向了李家的方向。在李家一座宫殿顶端站着一群人，那群人修为颇高，其中就有李家家主。而在李家家主身旁，还有一位身穿道袍的老者。这位老者也是1品5郡的境界，显然是丹青关一位前辈高人。就在这时，比斗台上突然传来一声惨叫，那位与李禅交手的道人竟然已是倒卧在地，被李禅击败了。不过李禅并没有下狠手，而是点到为止，所以那人只是受了些皮外伤而已。但是李禅也很聪明，特意扫断那道人的头冠，使得他狼狈不堪，一副败相。在将道人击败后，李禅并未多说什么，而是转过身去，对着李家家主等人所在的宫殿施以一礼，高声说道：“欧阳观主。”李禅不才，却技高一筹，按照约定，请您带着你丹青关的弟子离开狼牙山，再也不要回来。李家大小姐果然厉害，但是比试并未结束，又何来胜败之分？原来那位站在李家家主旁边的老者，就是丹青关的观主。但是看他此刻的模样，显然是不准备认账。欧阳观主，之前不是说好小辈切磋，败者离开狼牙山吗？如今你丹青关的第1弟子已是败给小女，难道说你丹青关还有更厉害的弟子吗？李家家主见对方竟然不认账，也是有些不悦的说道：“我丹青关的确没有比李家大小姐更厉害的小辈，不过我丹青关的盟友晃金寺内却有。”丹青关关主诡异的一笑，说话之间又将目光再度投向了比斗台。
而就在这时，一道身影突然自人群一跃而起，稳稳地站在了比斗台上。这是一名身披金色袈裟的和尚，年龄与李禅应该相差无几，却同样是天武七重的修为，并且气息显然比李禅还要浑厚，恐怕马上就要踏入天武八重的境界。他上台后也不废话，对着李禅师以一礼后说道：“李施主，贫僧来晃金寺二弟子道远，待丹青关与李施主一战，待战。这位大师，今日比斗乃是我李家与丹青关为争夺领地而战，您身为晃金寺的人，怎么能够插手呢？”李禅凌厉地反问道，而那和尚倒也并未解释太多，反而很是强硬地说道：“李施主，你这话说的不对，我晃金寺与丹青关乃是盟友，身为盟友代替丹青关出战，这很正常。李施主若是怕了，大可以认输，也就可以避免受皮肉之苦了。但万万不可说，贫僧没有资格插手。”听得此话，李禅的小脸顿时就变了，对方根本就是蛮不讲理，随后只好将目光投向自己的父亲，向自己的父亲求助。此刻的李家家主也是愤怒不已，指着欧阳观主喝道：“欧阳观主，你这样做根本就是有违规则！李家家主，难道你耳朵有问题吗？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晃金寺乃是我丹青关的盟友，难道盟友相助也算违规？如果你觉得这是违规，那我可就要请晃金寺的主持来和你理论理论了。当初酒宴之上，你明明答应我丹青关可以到狼牙山开宗立派，事后你又一口否认，若不是看在晃金寺主持的面子上，我丹青关才不会与你设这场比斗，我完全可以直接来到狼牙山开宗立派，你又能奈我何？说理你不占理，说实力我有晃金寺相助，你李家根本无法与我丹青关抗衡。”欧阳观主冷哼道。此话一出，李家的所有高层脸色都很难看，因为对方显然已经撕破脸皮，告诉李家这狼牙山他们是无论如何都要占领，眼下的比斗不过是一个过场而已，胜负其实早已注定。这一刻，李家家主以及李家的所有高层都是怒火攻心，气得恨不得现在就与丹青关拼个你死我活。但是只要想到丹青关有晃金寺这个靠山，他们又不得不忍气吞声，默默地承受下来。虽然丹青关他们不怕，但是晃金寺他们却是不得不怕。有晃金寺作为丹青关的靠山，他李家真的是无能为力。看着李家之人那虽怒火攻心，但却又不敢发作的样子，欧阳观主更是得意，笑道：“李家家主，虽说此事是你不对在先，但是既然与你们定下了这场约战，我丹青关就会按照规矩而来。若是你李家有合适的盟友，也可以请出来啊，只要是未满40岁的人，我们都可以当做小辈来算，允许他参加这场比斗。不过仔细想想，这片区域还有哪座势力的小辈能强得过晃金寺的小辈呢？”欧阳观主猖狂大笑着，笑得李家家主脸色铁青，袖袍内的双拳更是握得滋滋作响，因为对方这是在赤裸裸的嘲讽他李家没有强大的后台，只能认栽。李施主得罪了。与此同时，那位叫做道远的和尚已然出手，他没有什么华丽的招式，但却大开大合，气势非凡，磅礴的天力被其运用自如，从正面攻来就如同一道铜墙铁壁，坚不可摧，更是难以抵挡。凭借着拥有压倒性的威势，向李禅袭击而来。该死！这一刻，李禅也不敢犹豫，赶忙向后退去，根本不敢硬拼硬，因为对方实在太强了。虽然同为天武七重，但是对方的实力明显在他之上。此时此刻，对方那看似简单的招式，实际上乃是一种上乘武技，并且修炼得非常娴熟，真是无耻！一个和尚打女人，竟然下如此狠手，枉费平时这群秃驴满嘴的慈悲为怀。楚风大嘴一撇，满脸的讽刺：“你怎么说话呢？竟敢对道远师兄不敬，是不是想死？”楚风这句话再度引来了周围丹青关道人们那愤怒的目光，一个个更是撸胳膊挽袖子的，想要教训楚风一番。然而这一次，楚风却没有选择无视，而是猛然掀起自己的斗笠，双眼之中爆射出一道如利刃一般的寒芒，冷冷的道：“你们要是想死，我不介意送你们一程。”这一刻，几乎所有看到楚风目光之人，都是吓得倒退数步，浑身上下不由自主的便流淌下了大片的冷汗，因为只是这一眼，他们就如同跌进了无尽深渊，进入了轮回地狱，太可怕了！对方目光中蕴含的杀气，简直是他们从未见过的。而再仔细想想，自己根本无法看穿对方的修为，他们便不得不忌惮，因为这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对方身怀至宝，修为隐藏得很深；一种就是对方修为强大，以他们的实力根本看不清。尽管自己也感觉不可思议，但是想到刚刚那恐怖的目光，他们却都不由自主地相信了第二种可能。于是，一个个的都不再说话，默默地转过头去，继续看向比斗台，并且偷偷地与楚风拉开了一些距离，远离这个不确定的可怕存在。那位之前向楚风讲解情况的大汉注意到了这一变化，看向楚风的目光中充满了惊讶与意外。根据他的经验，能够判断出这位外表清秀、年龄不过20出头的年轻人，显然不是普通人。就在这时，比斗台上突然传来一声轰鸣，那叫做道远的和尚施展了一种非常强横的武技。武技虽然被李禅躲开，但是涟漪却将其击中，这使得李禅被击飞之后，倒卧在比斗台的角落，脸色苍白如纸，左臂流血不止。胜负已分，赢了！晃金寺的和尚果然厉害，真不愧是此方的第一势力。见到这一幕，许多看热闹的外人都是惊叹不已，他们并不关心谁胜谁负，只在乎这场比斗的精彩程度。然而，就在这所有人都知道胜负已分之际，那位叫做道远的和尚并没有就此收手，而是如猎豹一般一跃而起，竟然再度向那虚弱无比的李禅攻杀过来。这种架势显然是打算要李禅的性命。住手！见到这一幕，李家之人都慌了，尤其是李家家主更是身形一动，便想要出手阻止。然而就在这时，一只大手却是抓住了他的肩膀，阻拦住了他的去路，竟然是欧阳观主。此刻，欧阳观主满脸的得意，并且嘴角
还挂着卑鄙的笑意，淡淡的道：“李家家主，说好小辈切磋，你这做长辈的怎能插手？千万不要破坏了规矩啊！”欧阳观主听得此话，李家家主彻底慌了，尤其是回头观望，发现他李家所有高手都已被丹青关的人牵制住，几乎所有没有人能够去解救李禅的危机。他真是面如死灰，心如刀割，因为对方显然是蓄谋已久。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对方的用意。凭借丹青关与晃金寺的关系，他们完全可以直接来到狼牙山创建山门，自己是无力阻止的。而之所以还设了这样一场擂台，实际上就是有意为之，是要自己亲眼看到自己的女儿被人打死，却又无能为力，要自己为自己拒绝对方而付出代价。这一刻，李家家主，包括在场的李家所有人，都是不由得闭上了双眼，因为他们实在不想看到李禅被人抹杀的一幕。而眼看着道远夹带着自己无法抵挡的威势袭来，李禅也是知道自己命将休矣，于是他也不再抱有任何希望，同样是闭上了双眼。不过与他人不同，李禅这不是不敢面对，而是他已然认命。对于这一幕，欧阳观主更是得意洋洋，他可不相信那比斗场外围观的人会有谁肯出手相助，毕竟以那些人的实力，就算出手也是自寻死路。眼下他的阴谋得逞，自然是兴奋不已。然而就在所有人都觉得李禅已是必死无疑之际，一道身影却自人群之中一跃而起，不但稳稳地站在了比斗台上，更是挡在了李禅身前。而此人正是楚风。李家人都不管不顾，你个外人却要找死，那贫僧就成全了你。看到楚风的衣着并非李家之人，那叫道远的和尚不但没有收手，反而加强了攻击的力度，一拳落下，直奔楚风的咽喉，是想要凭借这一拳将楚风的脑袋打掉。然而运用了两重雷霆之力，修为已早在一品武君的楚风，岂会怕这小小天武七重的一击？只见楚风站在原地，连动都不动，任由那和尚一拳轰来。一拳轰中，那道远顿时面容大变，因为这一拳落下，楚风的脖颈并没有如同豆腐一般破碎，反而自己的这一拳如同轰击在了坚不可摧的铁壁一般，自己的拳头竟然一声化成了粉碎。看着自己那血肉模糊、已经彻底废掉的拳头，那道远顿时一阵狼哭鬼嚎般的惨叫，与此同时倒退数步，再度看向楚风的目光中充满了恐惧。而这样的变故也是使得李禅以及李家众人意识到了不对，皆是睁开了双眼，这才发现在李禅的身前竟然出现一人。此人不过20出头，但却有着一股说不出的气息。虽然看不出他是何等修为，但是此刻那叫道远的和尚显然在他的面前吃了大亏。这样的变化让在场之人皆是大吃一惊，尤其是丹青关的人更是脸都绿了，硬挨道远和尚一拳，自己不但什么事都没有，还把道远的拳头打烂了，这也太变态了。尤其是看到楚风那年轻的外表，竟然拥有如此实力，简直让人不由感到内心一颤，背脊发寒。你是何人？为何插手我丹青观与李家的比试？欧阳观主开口问道，因为他惊愕地发现，哪怕是以他的修为，也无法看穿楚风的修为，这让他下意识地意识到，这个年轻人很不简单。我叫吴情，乃是李禅大小姐的挚友，今日来此没有别的目的，就是替李家赶走你们这群不要脸的狗的。说话之间，楚风突然一动，竟然直接掠到了那道远的身前，与此同时，一拳落下，竟然击穿了道远的丹田。废手之痛，那道远已是无法容忍，又何况是丹田被废？丹田那是什么？那简直就是修武者的命。丹田被废，就形同于修为被废，修炼多年一场空。这不仅是肉体上的痛，更是心灵上的痛。道远失地，就在道远狼哭鬼嚎、满地打滚之际，一道身影突然自人群飞掠而来。这同样是一个和尚，年龄比道远还要大上一些，而他的修为更是比那道远还强，乃是天武八重。当他出现后，便一把将道远搀扶在地，并且开始为道远修复丹田，避免丹田内的天力流失太多，是在挽救道远，让他尽可能的抱住更多的修为。是晃金寺的第一弟子道成。当看清那和尚的面容后，场外一片惊呼，因为相比于道远，这位道成在这方区域可是非常有名的，毕竟是晃金寺的第一弟子，未来的住持。晃金寺的很多事情都是他出面做的，不仅实力强横，更是威名远播。想不到连道成都来了，看来晃金寺与丹青关的关系还真是不一般，这是要力助丹青关夺得狼牙山啊！在认出道成后，所有人都看出了晃金寺的用意，毕竟这道成的身份可不是一般人能够请动的，竟敢废我师弟修为，我要你的狗命！在简单的修复了一下道远的丹田之后，道成的脸上突然涌现出极为狰狞的凶狠之色，只见其身形一动，竟然发出一声厉吼。这一刻的道成根本不像是一个人，更像是一只强横无比的猛兽，可以一拳轰碎山川，一脚阻断江河，非常的凶猛。这样的威势散发开来，就连台下的人也是受到了牵连，所有人都被这股威势震得连连后退，甚至更有甚者被直接震得口吐鲜血，身负重伤。与此同时，就连那站在楚风身后的李禅也是吓得不免一声尖叫，因为他能够感觉到对方真的强到了一种极为恐怖的地步。但就在所有人都被道成这一击所吓倒之时，楚风却是依然站立不动，任凭那如风暴一般的威势席卷而来，吹动自己的衣衫发丝，却也丝毫不惧。直到那道成家带着恐怖威势的拳头将要落在自己脸庞之际，楚风才突然探出手掌，一把握住了那道成的拳头，随后更是做出了一个将在场之人吓得魂飞魄散的举动。只见楚风手臂猛然一挥，竟然将道成的身体如同稻草人一般高高抡起，随后猛然下落。只听一声，道成这位晃金寺的第一弟子，未来的主持，竟然被硬生生的摔成了肉饼。看着比斗台上的一片烂泥，几乎所有人都被吓傻了。堂堂晃金寺的第一弟子，竟然就这样被人杀了，并且死得如此之惨。
简直让人难以接受。毕竟那可是这个区域威名远播的大人物啊！你究竟是何人，竟敢对我大师兄残下毒手？就不怕我的师傅黄金禅师吗？眼见自己的大师兄都化成了一堆肉饼，那道远似乎忘记了自己身上的疼痛，被吓得瑟瑟发抖，甚至直接将自己的师傅给抬了出来，因为他真的很担心眼前的这名青年会杀了自己。毕竟对方连自己的大师兄都敢杀，等下杀死自己也完全不在话下。但是他的师傅毕竟是晃金寺的住持，毕竟是3品5军的强者，所以他觉得抬出自己的师傅，对方多少会忌惮一些。只要眼下能保住小命，那么日后再找师傅替自己和大师兄报仇也是不迟。但是他却万万也想不到，对于晃金禅师的名号，楚风不但一点也不感冒，反而很是平静的道：“晃金禅师是谁？不会吧，竟然连晃金禅师都不知道？”楚风此话一出，在场之人皆是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因为他们可都是知道那晃金禅师是何等人物。晃金禅师乃是我师傅，晃金寺的住持，3品5军强者。道远特意强调了一下自己师傅的修为。然而，当楚风说出下一句话时，他却彻底无语，不知如何是好了。原来是晃金寺的住持，就是那个混账家伙，在背后给你们撑腰，才使得你们敢到李家胡作非为的吧？很好，你现在就滚，去告诉你那狗屁师傅，3日之内，我无情定到晃金寺内，去取他项上人头。此话一出，现场顿时一片哗然，所有人都被楚风的这番话所震撼到了。那道远已经明确地说出了自己的师傅的身份，告知了那晃金禅师的修为，但是对方不但依然不惧，反而更是说出这样一番话，简直叫在场之人想不震惊都难。霸气，非常的霸气；嚣张，却一定有着嚣张的资本。这一刻，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叫做无情的男子一定来路不凡，否则不可能这般猖狂。这一刻，所有人都在想，这个叫做无情的男子究竟是何方神圣，竟然能够不将晃金寺放在眼中？毕竟晃金寺在他们的眼中可是不可亵渎的存在，那是这方土地众多势力之王啊！好个凶残的小子！我不知你何门何派，来自何处，但是你敢对晃金禅师的弟子动手，就等于是对我欧阳春的弟子动手。我今日非要将你正法不可！就在这时，那欧阳观主突然暴喝一声，随后一跃而起，如蛟龙一般划破长空飞掠而来。他出手了，因为他不得不出手。毕竟道远与道成是替他丹青关出头才来到此处的，如今道成竟被人杀了，还是在他眼皮子底下被杀的。他要是不趁现在做点什么，那么他根本无法向晃金禅师交代，所以他必须出手。1品5军一旦出手，往往风云色变，天地颤抖。因为5军所拥有的武力实在太强，这是一个分水岭，是修武者梦寐以求的境界。踏入这个境界，不仅能够修为大涨，更是能够延年益寿。所以这欧阳观主一出手，比斗台前的所有人都吓得四下逃窜，生怕被对方的攻势所牵连，丧命其中。而事实上，早就在欧阳观主出手之前，他就已将威压笼罩下，覆盖了整座比斗台。他是想封锁楚风的去路，避免楚风逃脱。然而，感受着那萦绕在周围，无形之间向自己攻击而来的威压，楚风却纹丝不动，丝毫不受影响。因为对于他来说，这种威压宛如空气一般，对他造成不了任何威胁。怎么会这样？这小鬼竟然能够抵挡住我的威压！见到这一幕，欧阳观主眉头紧皱，更加确认了楚风的不简单，这让他不敢大意，所以掌心光芒闪烁，一把骑兵大刀便出现在了掌心。骑兵在手天下，我有。只见其手中的骑兵大刀猛然劈下，一道耀眼的半月形光刃便浮现而出，那光刃仿佛无可匹敌一般，连虚空都被割开了一道深邃的黑色口子，连天空与大地都变得暗淡无光。此刻照亮这方天地的已然不是太阳，而是那道出自骑兵大刀之中的半月形光刃。给我破！然而就在那光刃落下之际，楚风却是暴喝一声，只是这样一嗓子，竟然直接将那光刃轰得粉碎，将头顶的乌云震得消散，将笼罩在周围的威压震得飞灰烟灭。但这还不算完，眼见着那骑兵大刀紧随其后挥砍而下，楚风却依然不闪不躲，直到那骑兵大刀将要落下之际，才猛然探出手掌，竟然将那能够劈开天际的刀刃握在了掌心。这一刻，欧阳观主瞬间就傻眼了，连那张老脸都吓得煞白，因为他惊愕地发现自己这把刃主骑兵就仿佛被卡在了楚风的手中一般，不但无法伤及楚风，就连他想移动半下也是不能。但是最令他吃惊的还在后面，只见楚风面带微笑，手掌微微用力，就是那么一捏，只听咔嚓一声，他这把刃主骑兵竟然被捏成了粉碎。怎么可能？你明明只是1品5军，怎么可能拥有这样的力量？这一刻，欧阳观主终于感觉到了楚风的气息，他能够确定楚风不过是一名1品5军而已，但是1品5军怎么可能拥有这样的实力？竟然硬生生的将他所使用的骑兵捏碎。可是就在欧阳观主吃惊不已，有些难以接受这一事实之际，突然感觉胸口一痛，随后热乎乎的液体便难以自控的流了出来。低头一看，楚风竟然将那手掌插入了自己的胸膛，在众目睽睽之下，将那捏碎骑兵的手掌贯穿欧阳观主胸膛之后，楚风意念一动，只听的一声，堂堂丹青关的关主便化作了一片血雾，死在了自己的面前。血雾飘动，弥漫一片，但却无法染湿楚风的衣衫，无法弄脏楚风的脸。一代高手的气势此刻尽显。在以雷霆手段将欧阳观主斩杀后，楚风突然将那冷冽的目光扫向了丹青关的众人，冷冷的道：“我只说10个数，10个数之后还敢留在我视线之内者，杀！5射！”楚风此话一出，顿时吓尿一片，连自家关主都被人家抹杀了，自己这群虾兵蟹将还如何抵挡？所以此时此刻，丹青关的人那里还敢逗留？甩开膀子，玩命一般的向远处逃窜而去，不敢有丝毫的停留。
事实上，就连许多围观之人也生怕被楚风抹杀，所以也是赶忙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一时之间，李家门前这热闹之地，竟然只剩下了李家之人以及楚风。这一刻，李家家主以及李家一干强者赶忙飞掠而下，来到比斗台前，对于楚风施以感恩大礼，并且在李家家主的示意下，众人更是以雷动般的声音整齐地说道：“多谢恩公出手相救，今日的大恩，我李家没齿难忘。”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李家家主那叫一个矫情做作，感恩戴德，就差泪流满面了。但是楚风对于李家家主等老登台，却是雕都不雕，而是直接将那同样在对其施以感恩大礼的李禅搀扶起来，笑着道：“大小姐，快快请起。恩公，你真的叫做无情。”被楚风搀扶起后，李禅仔细打量了楚风一番后，才开口问道：“怎么了？”楚风笑问道：“没事，只是恩公与我一位朋友的名字一样，并且您给我的感觉也与我那个朋友也很是接近。只是说到此处，李禅有些犹豫，只是什么？”楚风追问道：“只是恩公您比他要年轻得多，您的修为更强，各方面都要远在他之上。像您这个年纪便踏入武军的境界，真是太了不起了。”李禅既崇拜又羡慕地说着，但是说话之间却不由想起了那个同叫无情的中年男子。尽管从各方面来说，眼前这名叫做无情的青年都比当初那位叫做无情的中年大汉优秀数倍，但是在李禅心中，那位大汉的分量却是更重一些，因为那位大汉改变了他的命运。听到这里，楚风先是哈哈一笑，随后故意用袖袍遮掩了一下脸庞，而当其袖袍落下之际，楚风的面容已是发生变化，变成了当日第一次来到这狼牙山时伪装的模样。看向李禅大小姐，这回你知道我是谁了吧？恩公，你……李禅再度看向楚风，顿时变得目瞪口呆，因为此刻在他眼前之人面容已经变换，不再是一个青年，而是一位中年大汉，但是他的修为却并没有变，依然是一位一品武军。可是这番面容是如此的熟悉，是这般的亲切，不正是当初救过他，且救过整个李家，帮助李家击垮马家的无情吗？事实上，不只是李禅大吃一惊，在场的许多李家之人，尤其是李家家主，更是震惊不已，因为他们都认识此刻楚风所变化的中年大汉，正是之前与他李家有过一些渊源的人，帮助过李家的人，但同时也是被李家家主恩将仇报，差点被李家家主杀死的人。无情，竟然是你！真的是你！李禅震惊的有些不知所措，就连说话也是渗透出他此刻内心的情绪。他万万也想不到，这两位无情竟然是同一个人，这实在是太让人难以置信了。毕竟当初的无情还只是天武八重而已，怎么转眼之间就变成了一品武军了，并且战力竟然如此惊人，轻而易举的就将欧阳观主抹杀。不得不说，这实在是太让人难以置信了。但是相比于李禅单纯的震惊，李家家主等人可就是又惊又恐。毕竟当初虽然楚风是真心的帮助他李家，可是李家家主却并未领情，反而与楚风结下了仇怨，甚至差点夺了楚风性命。如今楚风如此之强，竟然已经超越了李家家主，这叫李家人如何能不担心？若是楚风心怀怨念的话，他们恐怕都要大难临头。大小姐，当然是我。楚风确定的点了点头。可是你的脸，还有你的修为？李禅指着楚风的脸，吃惊的问道。这不过是我隐藏自己的真实面容的一种手段而已。楚风微微一笑，又以袖袍遮盖了一下自己的脸庞。当袖袍再度落下之际，楚风的面容恢复成了刚刚英俊的青年男子模样，随后笑道：“这才是我真实的样貌。至于修为吗？其实当初我来到狼牙山时，就已是一品武军。”楚风并没有说实话。首先，他故意以袖袍遮掩脸庞，再变换容貌，而不是直接变换容貌，就是想让李禅等人误以为他变换容颜使用的是手段，而并非道具，更非天生的能力。至于修为方面，楚风也懒得解释，所以干脆说自己当初就是一品武军，让对方知道他本来就是一个天才就成了。无情，想不到你竟然是这样一位大人物。果不其然，听到楚风这番话后，李禅再度大吃一惊，因为楚风此刻所展现的年纪和实力，已经明确地告知了他们一件事，那就是原来这位叫做无情的人是一位绝顶天才，这样的人物绝对出身不凡，很可能是来自一个超级大势力才对。这一刻，李家家主就感觉10000斤大锤狠狠地砸在了自己的脑袋上，背脊冒凉风，双腿无法自控地颤抖着。只要想到楚风真实的身份，再想到自己当初对楚风的所作所为，他实在后怕不已。莫说是楚风身后的庞然大物，哪怕是楚风自己，其实想灭掉他李家也是轻而易举啊。但就在所有李家之人都在担心楚风会不会报复他李家之际，楚风却掌心一翻，亮出了一颗闪闪发光、蕴含强大武力的蘑菇。当五之仙魔出现之后，几乎所有李家之人都是眼前一亮，无法自控地被其吸引了，因为他们能够感觉到这颗闪闪发光的蘑菇绝对是一个修炼至宝，那其中蕴含的武力，甚至比当初楚风在狼牙山内拿走的冰晶凤凰蛋还要浓郁，简直如同传说中的宝贝一般。而就在所有李家之人都在呆呆地盯着那颗五之仙魔，脸上满是向往之色之时，楚风又说了一句让他们震惊的难以自理的话语：“大小姐，当初我无情离开时便说过，那冰晶凤凰蛋只是暂借，总有一日我会以等价之物奉还，而这颗上品五曜五之仙魔，就是我要还给你的等价之物。”什么？他竟然要将这样的稀世珍宝给我李家？听得此话，许多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毕竟那五只仙魔太珍贵了，更何况李家之前那么对他，楚风就算拿走冰晶凤凰蛋也是情理之中，根本无需归还什么的，所以他们都觉得眼前所发生的一幕太不符合实际了。不得不说，这一刻还保持理智的唯有李禅。
因为他算是李家最了解楚风的人，他知道楚风并非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人，否则不会一次又一次的帮他李家。而事实上，看着楚风手中的5只仙魔，李禅第一时间就动心了。只要不是傻子都能够感觉到，这颗光芒闪闪的蘑菇蕴含着怎样的能量，若是将其炼化，会在修武一途得到怎样的帮助。但哪怕如此，李禅还是微笑着摇了摇头，无情，这5只仙魔太贵重了，我不能要。何况你多次帮助我李家，若不是你出手，我李家恐怕依然不复存在。若是李家都没了，那冰晶凤凰蛋又有何用呢？你对我李家的恩早就大于过，根本不欠我李家什么，倒是我李家欠你太多。这死丫头怎么这么傻，送上门的宝贝都不要。李禅此话一出，李家家主的心都在滴血，实在想不通这样的宝物，李禅怎么会拒绝接受呢？但是奈何，他也只能在心里想想。这个时候，他实在没什么话语权，甚至连传音于自己的女儿，他都不敢，因为他着实太惧怕楚风了。给你你就拿着，这是给你的，不是给你李家的，因为从一开始我就不觉得我无情欠你李家什么。楚风强行将5只仙魔塞到了李禅的手中，随后又问道：晃金寺在什么方向？晃金寺距离我狼牙山不是很远，建在东南方向的岁月林中。李禅如实回答，但却又很快反应过来，赶忙劝道：无情，那晃金禅师乃是一位3品武君，并且据说他已有200岁的高龄，并且他为人心狠手辣，阴险狡诈，俨然就是一个老妖怪，你千万不要去找他。对于李禅的提醒，楚风却是微微一笑，你放心，无论是那丹青关还是晃金寺，都不会再找你李家麻烦。这件事我会替你摆平，但是记住，是替你，不是替你李家。话罢，楚风已是一跃而起，向晃金寺的方向行去。当李禅等人反应过来之时，楚风早已不见了踪影。他不会真的去找晃金禅师了吧？看着晃金寺的方向，李家家主喃喃自语，如果可以，他倒真希望楚风能解决掉晃金禅师，那样一来，他李家也就少了大麻烦。至于楚风的死活，实际上他并不在意。而看着楚风离去的方向，李禅的内心可就担心至极，于是赶紧传递信函与李家驻扎在晃金寺附近的探子，让他注意晃金寺的动静。在楚风离去的第3日，李禅终于收到了探子送回的情报。打开信函观看内容之后，李禅那本是担心的脸上顿时涌现出了意料之外的吃惊之色，因为信函之上清楚地写明，楚风在离开李家的当日便抵达了晃金寺，更是当着晃金寺所有弟子的面废了晃金禅师的修为。晃金禅师更是不堪此辱，在楚风离开后便自断性命。如今晃金寺已经乱作一团，几位长老分成了几个阵营，正在疯抢晃金寺内的资源。而除了跟随着几位长老的弟子外，大部分都各奔东西，离开了晃金寺。眼下晃金寺这座威慑此片区域的霸主势力已然不复当年雄威，被一个叫做无情的男子彻底毁了。看过信函内容之后，李禅的玉手都在微微颤抖，许久之后才回过神来，喃喃自语道：无情，你究竟是何方神圣？对于李禅的震惊、李家的反应，还有狼牙山附近地域各方势力的反应，楚风都不知晓。在解决掉晃金禅师这位作恶多端、威胁到李家的和尚们后，楚风就已经前往了四海书院。走过之前走过的路，楚风颇为感慨。虽然到达东方海域还不到半年时间，但却经历了不少事情，并且距离当初紫菱被紫家人带走也已经过去1年多的时间。1年多的时间内，楚风的修为的确有了质的提升，但是想与诛仙群岛这个庞然大物抗衡，却仍不可能。虽说楚风把解救紫菱更多的希望寄托于秋残风以及地藏的资源上，但实际上楚风也并没有把秋残风视为唯一的希望。虽然他觉得秋残风是真心要帮他，但毕竟他不能确定那个傅连生是否如秋残风所说那么可靠，毕竟知人知面不知心，况且人也是会变的。所以楚风眼下虽然在以寻找傅连生为主要目的，但也不会放弃任何能够提升修为的机会。正所谓求人不如求己，若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反而没有人肯帮自己的话，那么楚风就只能依靠自己去解救紫菱，去和诛仙群岛的人拼命，因为这是他与紫菱的约定，无论是生是死必须去做。四海书院很大，占地面积辽阔，但同样有着防护结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踏入四海书院的。所以想要进入四海书院，唯有特定的几个入口可行，并且除了每年1度招收弟子的日子外，四海书院之外的人是不允许随便踏入四海书院的。这不，此刻楚风来到入口处，发现那浩瀚的大门外聚集着不少人，而从他们的言论中，楚风也是能够听出，他们都是想见在四海书院弟子之人，此刻聚集在此处，乃是想让看守弟子通知一下。但是四海书院实在太大了，且每名弟子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块领地，尽管在四海书院内部能够通过传送阵快速移动，但想要通知一个人还是很麻烦的，所以这导致聚集在四海书院外面的人越来越多，想要找看守弟子通报都需要排队，这可怎么办好？看到那长长的人龙，甚至听到对话，得知有些人竟然已经排了10几日，却还没轮到他后，这不免让楚风有些头大。他如今已经变换回了自己的真实面目，做回了真正的楚风。虽然经过这段时间，他也成熟了不少，基本褪去了少年的青涩，但毕竟在自己真实身份的情况下，楚风不能太过招摇，所以不能展现出自己的真实实力，也就无法让对方对自己高看一眼，无法享受到特殊的待遇了。但是眼下排队的人这么多，楚风若是规矩排队，显然时间上也是来不及的。你怎么不排队呢？混账！我们苦苦等了这么久，你怎么能这样？快滚回去，不然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然而就在楚风头疼不已，不知该怎么做的时候，一名衣着华丽的青年男子竟然直接忽视那长长的人龙，跃到了四海书院那浩瀚而壮观的大门前。对于众人的咒骂，那男子不但不惧，反而很是嚣张的高喝一声：不想死的就他娘的给我闭嘴！
说出此话之时，男子展现出了自己的气息，原来是位天武五重的修武者。虽说天武五重对于楚风来说毛都不是，但是显然对于那些排队之人来说，这个修为很不简单。所以一时之间，尽管众人心里怨声载道，但却也没有人敢多说什么了。那天武五重男子的修为不仅吓到了后方排队之人，就连那守门弟子也意识到此人并不简单，问道：“你是何人？为何不遵守此处规矩，排队禀告？”这位小兄弟，我叫刘振彪，我弟刘振伟就在四海书院内修炼，我实在是有急事找他，所以才做此行为，不知能否帮助通报一声？那自称刘振彪的男子笑眯眯的道：“你是刘振伟师弟的大哥。”听得此话，那守门弟子顿时眼前一亮。对于刘振伟的名字，他可是知晓的。虽然那刘振伟是今年刚刚加入四海书院的新生弟子，但是年纪轻轻已是天武五重的修为，并且拜入了天字石岛的门下，是四海书院身份与地位超然的潜力弟子。尽管论辈分，他还要在那刘振伟之上，但是实际上他的地位可远不如刘振伟。既然眼前这位男子是刘振伟的大哥，他自然不敢怠慢。正是，这是我的身份令牌。刘振彪点了点头，说话之间还拿出了一个令牌，上面写着项城刘家。看到这块令牌，守门弟子对男子的态度更是发生180度大转弯，赶忙笑着说道：“既然是刘师弟的大哥，那就是自家人，自家人的事情自然是要特事特办。刚好一位负责通报的弟子赶了回来，我现在就让他去通知刘师弟，让刘师弟来接你进去。”说话之间，守门弟子捏碎了一道通信符，那就有劳这位师弟了。刘振彪笑眯眯的道，说话之间还看了一眼身后那仍在苦苦排队的人们，随后又对守门弟子问道：“那不知下一位负责通报的师弟哟，什么时候赶回来？我看这些人排队也很辛苦，不能让他们等太久了。”风凉话，绝对的风凉话！明明是自己无耻的插队，抢了本该属于他人的机会，此刻还说出这番话，这就是有意在羞辱众人无能。而那守门弟子也是不傻，心领神会的明白了刘振彪的意思，说道：“最近书院内有事情要处理，我们这边负责通报的弟子被调走了不少，最近实在是缺人缺得紧，不然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虽然我四海书院内尽是传送阵，但毕竟我四海书院地域辽阔，传送阵哪怕再多也是有限，再加上有些师弟住的位置偏远，所以想要通报，着实需要一些赶路时间。而根据我的推断，下一位通报弟子回来，恐怕要在明日之后才能回来了。”什么？明日之后？这怎么行啊？我可是有急事要见我家少爷啊！谁说不是呢？我也是有10万火急的事情要转告我家小姐。听得此话，那排队之人顿时就慌了。排到前面的也就还好说，排在后面的真是有种遥遥无期的感觉。虽然说是明日之后才有下一个通报弟子回来，但那也只是对于前面的人来说，后面的人想要等到人家肯通报，不知道要何年何月了。这样下去，谁都等不去啊！安静，安静！就在这时，那叫刘振彪的男子对着众人摆了摆手，示意众人不要吵闹。随后又说道：“刚刚人家说的话，你们也听到了。如今实在是四海书院内有事情，缺乏人手，不然也不会这样。你们就体谅一下人家吧，人家四海书院的师弟们都不容易。若是你们真的等不及，大可以回去嘛，又没人逼着你们留在此处。”刘振彪此话一出，着实气得众人牙根直痒痒。这家伙实在太无耻了，不但抢了他们的通报机会不说，还在此处说风凉话，是有意羞辱他们，给他们心中添堵。但是在场之人也不是傻子，能够看出对方的不简单，连守门弟子都对其毕恭毕敬，他们又能如何？只能忍了。王师兄，什么事啊？我刚刚自主院回来，你就不能让我多休息一会吗？就在这时，一道红光从天而降，一名四海书院的弟子打着哈欠来到了那位守门弟子的身前，看那样子显然还没睡醒。李师弟，若是可以，我会不想让你多休息一会吗？实在是有急事等着你去通报。那名守门弟子说道。什么急事？如今负责此处的弟子都被徐长老叫到府邸上做苦力了，留在此处的只有咱们2个。我这几日天天来回跑，都快累散架了，好不容易睡一会，就被你用叫醒了。姓李的弟子很是不满的道：“这位是刘振伟刘师弟的大哥，人家千里迢迢来到我四海书院，你总不能让人家在这里苦等吧？”那位守门弟子指向了刘振彪：“有劳这位师弟了。”那刘振彪笑着对那姓李的弟子抱了抱拳。换作平常，以他弟弟在四海书院的身份，他绝对不会对一个区守门弟子这么客气。但是眼下他也能够听出来，搞了半天这四海书院看门的，如今就只剩下2个人了。也难怪通个报都这么费劲，为了不耽误自己的事情，他也是不得不客气。虽说对方身份卑微，但若真的对方不开心，人家死活不给你通报，你也是死活没有办法。就算事后能想办法教训对方一顿，但那个时候也是耽误了自己的事情，权衡利弊，他眼下只能委曲求全。原来是刘师弟的大哥，您实在太客气了。刘师弟平常待我们不薄，您是他的大哥，也就等于是我们的大哥，这都是自家事，根本不麻烦。这位大哥，你先在这稍等一会，我这就去通知刘师弟，务必让刘师弟在天黑之前将您接进去休息。果不其然，当得知那刘振彪乃是刘振伟的大哥后，姓李的弟子也是收起先前不爽的态度，一脸的殷勤。对于这一幕，那些苦苦排队数日的众人，这叫一个无奈，但却也没有任何办法。谁让人家修为高，且又有一个出色的好弟弟呢？等等。然而就在那名姓李弟子准备进去通报之时，一道响亮的和声却突然响起，紧随其后，一道身影也是自人群的后方飞掠而来，落到了刘振彪的身旁。此人正是楚风。先前几人的对话，楚风听得真切，知道如今四海书院负责通报的弟子着实不够用。先不说继续排下去要等上多久，就算现在他排在这刘振彪的后面，也要等到明日才有通报的机会。简单的说，楚风等不起。本来楚
楚风很不想耍手段，搞特殊的来插队，毕竟那些排队之人也着实是苦等了许久。但是眼下这刘振彪竟然如此不要脸的插队成功，与其让他这种人坐享优待，还不如把这个机会留给自己。所以楚风才站了出来。你是何人？竟敢在我四海书院门前大呼小叫！打量了楚风一眼后，两名守门弟子同时喝道。虽然他们对那刘振彪客客气气，但可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这种特殊待遇的。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可是向来高傲自负、霸道无比。对于两名守门弟子的怒喝，楚风也不生气，因为他熟悉这种人的嘴脸，欺软怕硬而已。楚风也懒得和他们计较，而是学着那刘振彪先前的语气说道：“两位师兄，并非是我不守规矩，也不是故意要在四海书院门前大呼小叫，实在是我有急事要找我的几位朋友。这位小兄弟，看你这架势，是打算插队啊？不是我说，你这么多人在后面等着，你好意思插队吗？想要让两位师弟通报，就过去排队吧。”这一刻，还不待守门弟子说什么，那位刘振彪却率先开口了。这一刻，楚风不得不承认，这个叫刘振彪的东西还真不是个东西。明明是自己插队在先，此刻还这般大义凛然地说别人，这种事情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出来的。果不其然，听到刘振彪的话后，那姓李的守门弟子也反应过来，指着楚风冷哼道：“想找人去后面排队，没看这么多人都在等着吗？”等等，这一刻，倒是那姓王的守门弟子冷静一些，再度打量了一眼楚风后，问道：“你的朋友叫什么？”他这是在试探，因为身为四海书院的守门弟子，凡是在四海书院有头有脸的人物，他都知道叫什么。所以如果楚风能说出一个厉害的存在，他自然是不能得罪的。但若是楚风说出了几个他根本没听过的名字，那也就说明楚风根本就在瞎捣乱。那个时候，他不仅会呵斥楚风一顿这么简单，甚至会适当的给予楚风一些惩罚。比如楚风苦苦排了10几日的队，终于到了他通报的时候，他会故意刁难一番，或者干脆不给通报。楚风是什么人，自然一眼就看出了他这种小伎俩，于是挺胸抬头，面色不改的说道：“我有4位朋友在这四海书院内修炼，分别叫做苏柔、苏美、张天翼和江无伤。”什么？你是？听到这里，那两位守门弟子皆是面容大变。身为守门弟子，他们自然听过苏柔、苏美以及张天翼和江无伤的大名。这4位可都分别是10字导师的弟子，并且他们4位关系要好，这是出了名的。尤其是那苏柔和苏美，不仅天赋出众，长得更是宛若天仙。在四海书院内，追求他们的男弟子数不胜数，但是他们却是谁都不理，只与张天翼和江无伤走得比较亲近。最主要的是，苏柔和苏美，还有张天翼以及江无伤，更是各自来到过此处，特意嘱咐他们所有守门弟子，若是有一个叫做楚风的人来找他们，务必第一时间去通知他们。尤其是苏柔和苏美，为了防止他们不办事，在嘱咐他们的时候，更是给了他们不少好处。所以对于楚风这个名字，他们特别留心。于是此刻，两名守门弟子皆是面容大变，几乎同时开口问道：“你可叫做楚风？”在下正是楚风。楚风笑着点了点头，原来是楚风师弟啊，这是自家人，自家人啊！楚风师弟莫急，我这就去通报几位师弟师妹。两位守门弟子确定楚风的身份后，那态度也是180度的转变，甚至比对那刘振彪还要热情。这下糟了！可是很快的，那位姓李的弟子脸色可就变得难看起来。怎么了？姓王的弟子看出了端倪，暗中传音询问。这两人要见的人都是10字导师的弟子，哪一个都耽误不得。可是苏柔和苏美等师妹师弟所居住的地方，偏偏与刘振伟师弟所住的地方距离很远，并且中间没有传送阵。若要赶路，以我的修为起码半日。这让我先通知谁是好啊？姓李的弟子很是为难的道。那刘振彪虽然为人无耻，但是却也很是聪明，竟然在2人传音之际，凭借强大的戒灵手段窃听了2人的对话，所以他赶忙灵机一转，竟然自乾坤袋内取出一把骑兵，隔着大门递向了姓李的弟子这位师弟。有劳了，刘大哥，你这是？看到这一幕，那姓李的弟子顿时眼前一亮，放出了微微光芒，因为对方的意图很明显，这是在贿赂自己，让他先通知刘振伟。虽说他也是位天武境的高手，并且他也有骑兵在手，但是这不代表他不将骑兵放在眼里。相反的，一件骑兵对他来说可是相当珍贵的宝贝，所以这一刻他当真是喜出望外。万万也想不到这刘振彪会这么大方，这绝对是意外收获呀！一点心意而已。刘振彪笑眯眯地说道，一脸的老谋深算，说话之间还特意轻蔑地瞥了楚风一眼，那种目光就像是在说：“小瘪三，和爷斗，你斗得起吗？”而对于刘振彪那轻蔑和鄙视的目光，楚风则是不屑一顾，手掌自乾坤袋内划过，2件光芒闪闪的兵器便出现在了掌心，分别递给2名弟子2位师兄，一点心意，还请收下。当看向楚风手中的兵器后，2名弟子顿时面容大变，因为此刻楚风手中的2件兵器与那刘振彪手中的骑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楚风手中的也是骑兵，但却不是普通的骑兵，乃是刃主骑兵，并且是那种品质卓越的刃主骑兵，可以说随便一件就胜过刘振彪手中那骑兵的100倍甚至1000倍。而与此同时，刘振彪的脸色也是瞬息大变，先前还满是得意的脸庞，此刻变得比绿豆水还要绿。他万万也想不到，这个穿着打扮穷酸无比，看着一点也不起眼的毛头小子，出手竟然这么阔气，随随便便的就拿出2件刃主骑兵送人，并且是品质如此卓越的骑兵。此刻莫说是那2名守门弟子，就连他看到楚风手中的2件骑兵，也是不免有些动心。虽然他刘家有钱，但还没有富有到随随便便赠送别人刃主骑兵的地步上。